日本权威研究者耗费58年，终于揪出血糖飙升的元凶。这到底是什么呢？答案可能出乎你的意料。许多人以为只要不吃甜食就能控制血糖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我们日常餐桌上的某些常见食物，竟然才是让血糖飙高的秘密凶手。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深入探讨，看看是哪些食物在背后暗箭伤人，又有哪些食物堪称高血糖的克星，能够帮助糖尿病患者稳定血糖，一辈子远离糖尿病的威胁。首先，我们得先揭开这位血糖元凶的真面目。很多人听到血糖高，直觉会怪罪糖果、蛋糕、汽水等含糖零食。但日本糖尿病权威专家指出，真正让血糖飙升的秘密黑手，其实是我们每天主餐中的精致淀粉。试想，一碗雪白的白米饭下肚后，短时间内就会在体内分解成大量葡萄糖，直接冲击着血管。白米属于高度精致的碳水化合物，升糖指数 GI 高达80以上，意味着它会非常迅速地提高血糖。而常见的白面包、面条等精白面粉制品，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它们的升糖指数几乎和白米一样高。如果你以为不吃甜点就安全了，但每天还是大吃白饭、白面包，那血糖依然可能蹭蹭往上飙。这是不是很颠覆你的想象？许多长辈习惯早上来碗粥，觉得清淡养胃。但你知道吗？白米熬成的米粥升糖速度更快，米粒煮烂成粥后更容易被消化吸收，葡萄糖迅速释放进入血液，让血糖猝然升高。有人形容，一碗白粥比一碗白饭还可怕。看来我们日常认为再普通不过的主食，其实隐藏着惊人的升糖威力。日本专家在长达58年的研究和临床观察中发现，精致淀粉就是糖尿病的祸根。它们就像隐形的糖，一入口虽不甜，但转眼就变成大量的血糖在体内横行。而长期高血糖不仅对胰脏是沉重负担，更会引发全身各种并发症。所以要想稳定血糖，远离糖尿病，我们首先得对准这位幕后黑手下手。了解了高血糖的元凶是精致主食，我们该怎么做呢？关键就在于远离高 GI 值的食物。升糖指数超过70的食物都属于高 GI 食物，它们会在餐后让血糖迅速攀升。刚刚提到的白米饭、白面包正是高 GI 代表，我们要尽量少吃这几样东西。白米饭和精白面条、精白米、精白面粉制成的主食，因缺乏纤维和营养，被胃肠消化得特别快。吃下一大碗白饭，血糖很快就飙高。日本权威指出，传统亚洲饮食中白米是主角，这也是为什么许多饮食习惯不改的人容易罹患糖尿病。想象一下，一餐2碗饭其实等同摄入了大量隐形糖分。因此，若能把白米饭减量或改用升糖较慢的粗粮，将大大减轻胰岛的负担。白面包、蛋糕等面粉类、香软的白吐司，面包入口虽无明显甜味，但其主要成分是精致面粉和淀粉，在消化道中，它们同样快速分解为葡萄糖。早餐常见的白吐司夹蛋，看似平凡，其实会让血糖猛冲。甜甜圈、蛋糕更不用说，除了面粉，还加了大量糖分和油脂，对血糖和血管都是双重打击。含糖饮料与果汁这类饮品的升糖速度甚至比固体主食更快，一杯含糖饮料几分钟就能让血糖飙到顶点。很多人知道汽水不健康，但却以为纯果汁是养生的。其实一杯橙汁可能榨了好几颗水果的果糖，纤维却被去掉了，结果仍然是高 GI 高糖负荷。糖尿病患者特别要当心，最好以白开水或无糖茶替代含糖饮料。以上这几种食物就是专家口中让血糖一辈子居高不下的元凶。乍看之下，几乎都是我们日常离不开的主食啊。难道真的要完全不碰米饭、面食吗？其实也不必那么极端。日本血糖权威建议的是远离过量精致淀粉，并非让大家饿肚子。我们可以用更聪明的方式来吃主食，例如用糙米、燕麦、全麦面包等粗粮代替部分白米白面，因为粗粮富含纤维，消化速度慢，餐后血糖上升比较平缓。又或者在白饭里掺一些燕麦、豆类，降低整体 GI 值。日本许多养生达人还爱上一种传统食材魔芋蒟蒻，将它制成面条或饭粒的形状，
混在主食中一起吃，既有饱足感，又不会让血糖飙高。总之，找到方法减少精致主食的摄取量，你的血糖就掌握了第一道安全闸门。日本专家的研究中有个案例让人印象深刻，一位50多岁的日本男性罹患第2型糖尿病多年，平时几乎不碰甜食，但血糖仍控制不佳。医生仔细询问饮食，发现他每餐都离不开白米饭，一天3餐吃下的白饭量相当惊人。后来在专家的指导下，他将白米饭减半，改吃糙米饭，加上多摄取蔬菜和鱼肉，不再把精致淀粉当吃饱的主角。仅仅3个月后，他的糖化血色素明显下降，餐后血糖曲线变得平稳。这正验证了远离白米白面，血糖稳定一生，并非夸大其词。所以各位糖友与关心健康的朋友们，记住第一条铁则，管住嘴，控住那些让血糖狂飙的精致主食。当你跨出这一步，血糖管理就成功了一大半。说完了，该少吃什么？很多人会问，那我能多吃些什么来对抗高血糖呢？别担心，大自然很公平，既给了我们让血糖升高的食物，也给了我们帮助稳定血糖的食物。日本的营养专家和医学权威特别整理出5种堪称高血糖克星的食物。这几种食物被戏称为天然的胰岛素，常吃它们，血糖会变得听话稳定。对糖尿病患者而言，真是天大的福音。现在就让我们来逐一揭晓这5大降糖食物，看看到底有多神奇。提到降血糖的天然食物，苦瓜必定榜上有名。苦瓜常被称为植物胰岛素，虽然味道苦涩，却是糖尿病人的好朋友。中医很早就记载苦瓜有清热降糖的功效，而现代医学研究也证实了苦瓜的独特作用。苦瓜中含有一种叫做苦瓜皂苷的物质，能刺激胰岛贝塔细胞分泌胰岛素，提升细胞对葡萄糖的利用效率。更厉害的是，苦瓜中还含有一种多肽类物质，作用机理近似胰岛素，可以帮助降低血液中的葡萄糖水平。想象一下，当我们吃下苦瓜，就庞佛吞下一位苦涩的勇士，在体内帮忙对抗多余的血糖。许多糖友分享经验说，常喝苦瓜汁或吃点清炒苦瓜，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都有改善。日本冲绳地区的人以长寿闻名，他们饮食中就常出现苦瓜料理。苦瓜炒鸡蛋是经典菜色，既增加蛋白质，又利用苦瓜降糖，一举两得。不过要提醒的是，苦瓜虽好，也不宜过量生吃。脾胃虚寒的人可以在烫熟后食用，减少刺激。每天来1小根苦瓜或半杯苦瓜汁，长期坚持有助于让血糖保持稳定的下降趋势。苦口良药，说的正是这位天然胰岛素啊。近年来，秋葵又称羊角豆，在糖尿病饮食中爆红，被誉为血糖控制的明星蔬菜。很多人第一次接触秋葵，是因为听说糖尿病患者吃它有奇效。秋葵最神奇的地方在于，剖开烫熟的秋葵，你会发现里头有黏黏的胶质。别小看了这层粘液，它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和果胶，进入肠道后会形成凝胶状物质，仿佛在肠壁上铺上一层减速带，使糖分的吸收变慢，血糖上升的速度自然就降下来了。秋葵中还含有一种重要的抗氧化物质胡皮素，研究显示，胡皮素能帮助改善胰岛素的作用，同时也有阻碍双糖酶，也就是分解淀粉的酵素活动的效果。换句话说，秋葵在体内一边让消化糖类的速度放缓，一边提高胰岛素的利用效率，双管齐下来稳定血糖。有实验发现，每天食用适量秋葵的人，餐后血糖反应明显比没吃秋葵时低。民间甚至流传一种秋葵水偏方，将新鲜秋葵切断泡水过夜，早晨空腹喝下秋葵泡的水，也能起到降血糖的作用。日本营养学家也非常推崇秋葵，在日本有糖尿病诊所会建议患者每天吃5-6根烫秋葵当沙拉或配菜。他们发现，坚持一段时间后，患者的血糖值普遍有所改善。当然，每天吃到10几根秋葵恐怕也不现实，但我们不妨养成餐餐来2根秋葵的好习惯。秋葵滑嫩可口，简单汆烫，配上少许酱汁或拌入凉菜都很美味。让秋葵的粘性纤维来当你餐桌上的血糖守门员，牢牢锁住糖分释放，血糖曲线就能保持平稳，不再大起大落啦。你能相信吗？
看起来甜甜面面的南瓜，其实也是稳定血糖的功臣之一。南瓜在中餐和西餐中都很常见，它带有自然的甘甜味。但令人惊喜的是，南瓜的升糖影响并不大，而且它富含各种对控糖有益的成分。首先，南瓜含有丰富的果胶和膳食纤维，进入肠道后能够抑制葡萄糖的吸收。南瓜中的果糖也不同于精制糖，适量摄取下不会造成血糖飙高，反而南瓜可以跟体内多余的胆固醇结合，帮助预防动脉硬化，这对糖尿病人保护心血管非常重要。更棒的是，科学家发现南瓜中含有一些特殊的微量物质，例如腺嘌呤和铬元素等，据说有助于促进胰岛素分泌或提高胰岛素敏感性。有研究指出，糖尿病患者如果每天食用约100公克南瓜，长期下来有助于改善症状，降低血糖。在日本，南瓜被视为健康食材，不少糖友用南瓜来替代部分主食。南瓜蒸熟后口感绵密，有饱足感又能少吃饭，一份南瓜炖菜或南瓜泥可以顶掉半碗白饭的热量，同时提供稳定血糖的好处。许多人或许担心南瓜有甜味会不会反而升糖，事实证明，只要不是把南瓜做成加糖的甜点，例如南瓜派、糖炒南瓜等，一般料理方式下的南瓜对血糖相当友善。简单蒸南瓜、南瓜煮汤或者烤南瓜都是不错的选择。南瓜的甜是天然的甜，带点幸福的味道，但却不会伤害你的胰岛素。对于甜食爱好者的糖友来说，南瓜或许能部分满足口腹之欲，又不至于引发血糖大震荡，真可谓甜蜜又善良的食材。中医药典里有名的补益食材山药，其实也是隐藏的降血糖高手。山药富含粘液蛋白和多种氨基酸、维生素，是一道营养价值极高的根茎类食物。在糖尿病食疗中，山药常被用来煮粥或入菜，因为它对调节血糖有正面作用。山药虽然本身含有一些淀粉，但它的特点是高纤维、低升糖。当你咀嚼山药时，会感觉到那股黏滑的口感。没错，正是山药的黏质在发挥功效。山药的黏多糖体可以延缓糖类的消化吸收，防止餐后血糖骤升。而且，山药还含有铬、镁、锌等矿物质和多种质化素，能够促进胰岛素正常分泌，并提高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。过去，在民间偏方中有山药治消渴的说法，消渴即糖尿病。现在看来，并非毫无根据。日本专家也注意到，山药在东亚传统饮食里颇受推崇，于是他们在饮食建议中加入了山药这号人物。一些临床营养实验发现，糖尿病患者用山药代替部分精白主食后，血糖控制有所改善。比如早上喝一碗山药燕麦粥，取代原本的白米饭糊或馒头，患者餐后血糖上升幅度明显变小。这是因为山药既提供了碳水化合物的饱足感，又透过粘液纤维减缓了葡萄糖的释放，可谓聪明的主食替代品。除了直接吃，山药的烹调方式也很多样，清炒山药片、山药炖鸡汤、山药泥等等，不但美味，也有助控糖。不过要注意，山药毕竟还是含有淀粉的食物，一次食用不宜过量，把山药作为粗杂粮的来源之一，搭配其他低 GI 食材，才能发挥最佳的降糖效果。适量的山药就像给胰岛一个温和的助攻，让血糖不至于猛冲直上。当你品尝那爽滑的口感时，可别忘了它正在默默地帮你的身体平衡血糖呢。最后登场的是一位特别的选手，魔芋，也就是蒟蒻。魔芋或许不是每个人日常厨房里都有的食材，但在日本，它可是瘦身和控糖的明星。魔芋本身热量极低，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、葡甘露聚糖，这种纤维被誉为血糖海绵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当魔芋在肠胃中遇水膨胀时，葡甘露聚糖形成的凝胶会像海绵一样吸附葡萄糖，减缓糖分子通过肠壁进入血液的速度。同时，魔芋的膳食纤维给人极强的饱足感，可以降低我们对其他食物的摄取欲望，间接减少热量和糖分的摄入。这对需要控制体重和血糖的糖尿病患者来说，一举多得。日本人很早就利用魔芋制成各种食品来取代高热量、高糖的材料，例如魔芋丝做成的蒟蒻面，口感 Q 弹有劲，可以部分替代传统面条。
还有用魔芋粉做成的蒟蒻米粒混在白米中蒸饭，大大降低每碗饭的碳水含量。日本血糖专家发现，糖尿病患者如果善用魔芋来当主食替代品，餐后血糖往往下降明显。在一项小型研究中，受试者每天吃一餐魔芋带米的料理，比如魔芋饭或魔芋面，2周后平均餐后血糖峰值比之前降低了约20%，连带着体重也轻了几公斤。魔芋本身味道清淡，但容易吸收菜肴的汤汁滋味，所以烹调时可以与各种食材同煮，例如魔芋豆腐煮汤、魔芋丝拌炒蔬菜都很好吃。需要提醒的是，魔芋纤维丰富，初次食用不宜过量，以免肠胃不适，少量开始，逐步增加是比较保险的做法。当你习惯了魔芋带来的饱腹感和控糖效果，你会发现原来减少白米白面也没那么痛苦，因为肚子已经被这位热量几乎为零的血糖海绵给填满了。魔芋蒟蒻的加入，让稳定血糖的饮食既有创意，又充满饱足幸福感。综合日本权威专家的研究发现，我们终于找到了让血糖飙升的元凶，也掌握了对抗高血糖的利器。只要远离那些高 GI 的精致主食，同时善用天然的降糖食物，我们的血糖就能稳稳当当保持在健康范围。对糖尿病患者来说，这无疑是极大的福音。对于还没有血糖问题的人而言，这也是预防疾病的上策。当然，我们在强调饮食控制的同时，也要提醒大家，良好的生活习惯同样重要。适当的运动、规律的作息、控制体重和情绪放松，都有助于维持胰岛功能和胰岛素敏感性。饮食方面，除了多吃我们介绍的这些血糖克星，也应该均衡营养，避免暴饮暴食。当你慢慢养成健康的饮食结构，你会惊喜地发现，血糖不再像过山车般大起大落，精神状态更好了，身体负担也减轻了。想象一下，未来的某一天，你测量血糖时，看到的数字一直稳定在理想范围，那种安心与喜悦油然而生。曾经让人闻之色变的糖尿病，在你面前失去了威力，仿佛被你手中的天然胰岛素军团给击退了。这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，而是你我通过知识和行动都能达成的目标。最后，我们再帮大家总结一下重点。血糖飙升的元凶不是别的，正是每天过量的精致淀粉与含糖饮食。远离白米饭、白面包等高 GI 食物，你就等于断绝了血糖忽高忽低的根源。同时，将苦瓜、秋葵、南瓜、山药、魔芋这5大降糖食物融入你的日常菜单，它们将成为血糖的克星，助你稳定血糖一辈子。希望这些知识能够帮助到每一位关心血糖健康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从现在开始调整饮食习惯，赶走高血糖这个隐形杀手，迎接稳定而健康的未来。祝愿大家都能远离糖尿病的困扰，拥有长长久久的健康人生。感谢收看今天的内容，我们下次再见。请记住，健康掌握在自己手中，从一餐一食开始改变，就能创造奇迹。您的血糖由您来做主。